每天早上5点起床，喝温水，吞一大把保健品，坚持有机饮食，拒绝加工食品，走路计步，睡觉戴手环，结果体检报告竟然比天天吃炸鸡、喝手摇饮的同事还差。更可怕的是，近年越来越多养生达人确诊癌症，健康博主英年早逝。问题不在带着你养不养生，而在带你的养生方式可能正在一步一步把癌症请进门。今天这支影片，我们直接盘点10个最常见的养生陷阱，从第10名到第1名，每一个都有大量的人正在踩雷。第1名，台湾几乎满街都是，看完你可能会想把厨房里一半的东西都丢掉。第10名，疯狂补充维他命和保健食品。很多人早上像吃饭一样吞一堆维他命、CDB 群、叶黄素、鱼油、益生菌，排起来比药局货架还齐全。但你的身体真的需要这么多吗？28年，美国预防医学工作小组回顾超过40万人的资料后，发现对大多数不缺乏特定营养素的成年人来说，服用综合维他命对预防心血管疾病和癌症没有明确益处。更糟糕的是，过量反而有害。曾经被捧为抗氧化之王的夺碱胡萝卜素，2夺短4年一项大型临床试验发现，长期大量补充的吸鲜者，肺癌风险竟然上升了28%，不是降低，是上升。因为高剂量抗氧化物在特定环境下反而会保护已经癌变的细胞不被免疫系统杀死。维他命 E 也曾被认为抗癌，但2011年涵盖35000名男性的研究显示，每天补充400国际单位的男性，摄护腺癌风险增加17%，身体的营养平衡极其精密。过量只会打破微环境给癌细胞可乘之机。真正的养生就是好好吃饭，均衡饮食远比任何保健品完整安全。保健品是给真正缺乏的人，不是给焦虑的人买心安。第9名，每天喝大量鲜榨果汁排毒。你在社群上看过那种美美的果汁影片，号称清肠排毒、养颜防癌。医学事实是，你的身体不需要你帮它排毒，肝脏和肾脏每天24小时都在排毒，效率比任何果汁高100倍。排毒果汁在医学上根本不存在，只是行销话术。真正危险的是果汁的含糖量，一杯300毫升的鲜榨柳橙汁含糖量等拜3到4克柳橙。2019年，法国巴黎大学追踪超过10万人，发现每天多喝100毫升含糖饮料，包括100%纯果汁的人，整体癌症风险上升18%，乳癌风险上升22%。为什么？因为水果打成汁后，纤维被破坏，糖分被释放，血糖像云霄飞车一样飙升。长期胰岛素阻抗已被证实是多种癌症的独立危险因子，包括大肠癌、乳癌、胰脏癌。果糖大量进入肝脏，转化为脂肪，形成脂肪肝，而脂肪肝又是肝癌的前奏。你以为喝健康，其实在喝精美包装的糖水。正确做法是直接吃整颗水果，连皮带肉带纤维一起吃。第8名，过度运动让身体长期处高压状态。运动本身是好东西，问题出在过度2个字。现在有一种运动成瘾的文化，每天不跑10公里就浑身不对劲儿，一周不练5次重训就觉得退步，甚至挑战马拉松。铁人3项。2常年欧洲心脏病学会研究指出，长期进行高强度耐力运动的人，心脏纤维化比例显著高于普通人。身体长期处在高强度状态时，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持续升高，反而压制免疫力。运动医学有个专有名词叫开窗期，一次超高强度运动后，免疫系统会出现好几小时甚至好几天的空窗期，对病原体和异常细胞的监控能力大幅下降。你的免疫系统每天要巡逻全身，消灭癌前细胞，你天天把它累得半死，它哪有力气抓坏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或75分钟高强度有氧，外加2次力量训练。超过这个量，边际效益递减，风险开始攀升。第7名，长期吃素，以为不吃肉就不会得癌症。吃素防癌在台湾很盛行，但2019年牛津大学追踪超过6万人长达18年的研究发现，素食者大肠癌风险确实比肉食者低约20%，但中风风险却高出20%。一降一升打平了。更关键的是，很多人吃的根本不是健康素食，而是加工素食。
那些素肉、素鱼、素排骨是用大豆蛋白加上大量油脂、钠、人工调味料和添加剂热压成型的。一块素鸡排的钠含量可能比真鸡排还高。高钠饮食与胃癌的关联已被世界卫生组织确认。加工食品中的磷酸盐、亚硝酸盐等添加剂也被列为潜在致癌促进因子。此外，长期素食者容易缺乏维他命 B12，B12 几乎只存在类动物性食品中，严重缺乏会导致贫血、神经退化，并参与 DNA 合成修复，缺乏时突变几率上升。所以重点不是吃不吃素，而是你吃的品质。一个吃新鲜蔬果、全谷物豆类、坚果的素食者和一个天天吃素鸡素鸭配白饭的素食者，健康结果天差地远。第6名，疯狂喝养生茶饮，尤其是超高温的热饮。台湾茶文化盛行，很多人每天泡一壶热茶，觉得清火解毒，但问题出在温度。2019年，一项伊朗研究追踪超过5万人，长达10年，发现每天喝超过摄氏60度茶饮的人，食道癌风险是喝温茶者的将近2倍。因为食道黏膜非常脆弱，长期被超高温液体反复烫伤，细胞不断损伤，每一次修复都有出错的几率，常年累积就形成食道癌。世界卫生组织在26年正式将超过摄氏65度的热饮列为很可能致癌物。刚泡好的茶通常在80到90度之间，你若习惯泡完就喝，食道每天都被烫伤。很多人还有趁热喝才养生的观念，这简直是在帮食道癌铺红毯。正确做法，泡好后放凉到50到60度之间，嘴唇碰到杯缘觉得不烫口了才是安全温度。第5名，迷信某种抗癌食物，然后大量单一摄取。你一定看过大蒜是抗癌之王，姜黄素可杀死癌细胞，绿花椰菜里的萝卜硫素能抗癌之类的文章，但那些实验效果绝大多数是在试管里或老鼠身上做出来的。试管里用高浓度萝卜硫素直接浇在癌细胞上，癌细胞当然会死，但你吃一整颗花椰菜，经过消化吸收后能到达肿瘤位置的浓度差了数百甚至上千倍。更危险的是，某些食物大量摄取反而出问题。大蒜适量对心血管好，但大量生吃会刺激胃黏膜，长期导致胃炎、胃溃疡，而慢性胃炎正是胃癌的危险因子。姜黄素大量服用可能影响凝血功能和肝脏代谢，十字花科蔬菜过量可能影响甲状腺功能。真正的防癌饮食不是找到一个超级食物疯狂吃，而是多样化。美国癌症研究所的建议很简单，每餐盘子里2/3是植物性食物，蔬菜、水果、全谷物、豆类，1/3是动物性蛋白质，平衡就是最好的抗癌策略。第4名，长期使用各种天然草药和偏方。很多人觉得西药有副作用，天然草药最安全，然后自己上网查配方，去中药行抓药或买标榜纯天然的保健品。但你知道全世界已知的致癌物里有多少是天然的吗？非常多。黄拽毒素是天然的，是最强的肝脏致癌物之一。马兜铃酸是天然的，直接导致肾脏癌和泌尿道上皮癌。槟榔是天然的，是口腔癌的头号帮凶。天然2个字从来不等的安全。2017年，一项研究对全球肝癌样本进行基因定序，发现台湾的肝癌样本中高达78%含有马兜铃酸相关的基因突变特征里，远高9其他地区。因为含马兜铃酸的中药材在过去几十年里在台湾被广泛使用，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曾经服过。另外，草药与西药的交互作用也很危险，某些草药成分会影响肝脏代谢酵素，改变西药代谢速度，有的让药物浓度过高产生毒性，有的让药物失效。对正在化疗的癌症患者来说，这种交互作用甚至可能致命。所以请不要相信天然就是好，要用任何草药或保健品之前先咨询你的医生。第3名，过度植入塞早睡早起，反而搞坏自己的睡眠。问题不在早睡早起本身，而在过度植入。很多人给自己定了严格作息，晚上10点必须上床，早上5点必须起床。一旦某天晚睡，就陷入极度焦虑自责，觉得错过了肝脏排毒时间。首先，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肝脏排毒时间，这个说法在现代医学中完全没有根据。你的肝脏24小时都在工作，它不看时钟。
真正危险的是你因为过度植入而产生的睡眠焦虑，越想睡越睡不住，越睡不住越焦虑，恶性循环。长期睡眠障碍和慢性压力对癌症风险的影响是真实且巨大的。2023年一项回顾研究指出，长期睡眠不足，每晚少归6小时的人，乳癌风险上升20%，大肠直肠癌风险上升36%。因为睡眠不足会抑制褪黑激素分泌，而褪黑激素除了调节睡眠，还有抑制肿瘤生长的功能。同时，长期睡不好会让体内发炎指标持续升高，慢性发炎是已知的癌症催化剂。真正重要的不是你几点睡，而是你有没有睡够，睡眠品质好不好。如果你是天生夜猫子，每天凌晨1点睡到早上9点，睡得香，睡得沉，那比你硬逼自己10点上床却翻来覆去到半夜健康100倍。第二名，长期处挪极度自律和高压的健康管理状态。过度的健康管理本身可能是一种慢性压力源。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健康食品痴迷症，描述对吃的健康过度执着的心理状态。患者花大量时间研究食物成分，排斥任何不健康的食物，社交活动减少，一旦吃了禁忌食物就陷入强烈罪恶感。这种长期心理压力会直接影响生理健康，慢性压力导致皮质醇长期偏高，进而抑制免疫系统中的自然杀手细胞活性。自然杀手细胞是你体内最重要的抗癌部队之一，专门负责消灭异常分裂的癌前细胞。当它们活性下降，异常细胞就有机会存活分裂，形成肿瘤。2013年一项研究发现，长期高压状态的人体内慢性发炎指标和肿瘤相关生物标记都显著升高。2021年一篇《自然》期刊的研究更直接证明，压力荷尔蒙可以促进癌细胞转移和扩散。你越焦虑自己的健康，越严格管控饮食生活，产生的心理压力就越大，而这个压力本身就在推高癌症风险。这是残酷的悖论，越怕生病越容易生病。真正的健康需要放松的心态，偶尔吃炸鸡，偶尔熬夜不会怎样。人体有强大的修复能力，大方向上保持健康，心态上放轻松，别把养生变成一场打不赢的战争。第一名，过度依赖养生饮食，却忽略了真正的致癌杀手——加工食品和含糖饮料的隐形渗透。这一名在台湾几乎无人幸免，而且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在做这件事儿。你以为你已经很注意饮食了，不吃泡面，不喝可乐，不吃素肉，但真正的饮食危机藏在那些你以为很健康，甚至被贴上养生标签的食物里。举例，市售全麦面包，翻开成分表，第一个成分常常是小麦粉，而不是全麦粉，还加了糖、奶油、乳化剂、防腐剂，本质上是白面包染色加麸皮。调味优格一小杯200毫升的草莓优格，含糖量可能高达20到25克，几乎等缀半罐汽水。燕麦奶、坚果奶大部分添加了糖、增稠剂、香料，而且燕麦奶升糖指数很高。手摇饮的减糖陷阱，你点无糖，但配料里的珍珠、椰果、芋圆全是糖和淀粉炸弹。一杯无糖珍珠奶茶的总糖量可能超过40克。最隐蔽的是你家厨房里的养生调味料，昆布酱油、味山、蚝油，翻开成分表，排在前面的几乎都有糖。高果糖玉米糖浆、麦芽糊精，你每天煮饭都在往菜里加糖，却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把这放在第一名？因为糖和超加工食品对癌症的影响，在过去10年研究中越来越清晰。2022年一项法国大型研究追踪超过10万人，发现超加工食品摄取量每增加10%，整体癌症风险上升12%，乳癌风险上升11%。2023年，美国研究更指出，大量摄取超加工食品与大肠直肠癌风险密切相关，尤其在年轻族群中。什么是超加工食品？就是你在自家厨房里不可能用普通食材做出来的东西。如果成分表上有5种以上你念不出名字的化学添加剂，那它就是超加工食品。在台湾的便利商店、超市、餐饮店里，超加工食品无所不在。你买的健康沙拉里的酱汁是超加工的，你早餐吃的全谷物谷片是超加工的，你喝的无添加豆浆。若是工厂出品，多半也加了乳化剂和增稠剂。
最可怕的是，这些东西被包装成健康食品卖给你，你花更多钱，以为买到健康，结果买到的是精美的糖衣陷阱。真正的解决方案很简单，尽量吃原形食物，就是你看得出它原本长什么样的食物。一条鱼就是一条鱼，一颗地瓜就是一颗地瓜，一把菠菜就是一把菠菜，不需要看成分表，因为它就是它自己。当你开始以原形食物为主安排3餐，你就自动避开了90%的饮食陷阱。快速回顾这10大陷阱。第10名，过量保健品反而促进癌细胞生长。第9名，鲜榨果汁等该高糖饮料。第8名，过度运动压制免疫系统。第7名，加工速食吃进添加剂和钠。第6名，超烫茶饮烫出食道癌。第5名，迷信单一抗癌食物，忽略均衡。第4名，乱吃天然草药，内含致癌物。第3名，睡眠焦虑反而长期睡不好。第2名，过度自律产生的慢性压力削弱免疫力。第1名，超加工食品和糖以养生名义渗透每一餐。这些陷阱有一个共同本质，过犹不及。养生本身不是坏事，但当它变成执念，变成恐惧驱动的行为，你就已经偏离了健康轨道。真正的健康非常简单，吃原形食物，适度运动，睡饱睡好，心态放松，定期体检。这5件事做到，你就已经打败了90%的养生达人。不需要任何保健品、超级食物、排毒疗程，更不需要把自己逼成每天计算热量和营养素的机器人。你的身体是几百万年进化出来的精密系统，它比你聪明得多。你要做的不是去管理它，而是别去破坏它。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请记得按赞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我们下回见。